中国钢铁终于被世界当成祸害了。曾经靠着无限产能、低价倾销，中国钢铁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击全球市场。但如今，这股洪水正被一道道贸易壁垒拦腰斩断。川普一声令下，美洲国家一夜之间掀起保护风暴，中国钢铁成了众矢之的，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围剿。9月25日，彭博社一则报道让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心惊胆战。川普宣布对进口钢材加征高达 50% 的行业关税，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，实则一石三鸟。第一，把中国的低价钢铁彻底挡在门外；第二，逼迫墨西哥、加拿大、巴西这些美洲钢铁出口大国低头；第三，重塑全球供应链，把钢铁产业链重新拽回美国。数字触目惊心，2024年，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55% 以上，出口量逼近 1.15 亿吨到 1.2 亿吨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大量廉价钢铁淹没全球市场，让本土钢企几乎无法喘息。世界钢铁协会的数据显示，中国钢铁出口的价格比国际平均价低了 15% 至 20%， 这不是市场竞争，而是赤裸裸的价格屠杀。难怪川普说中国的钢铁就是国家安全威胁。更让北京意想不到的是，川普的关税风暴并不是孤军作战，而是迅速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。墨西哥9月直接宣布，对包括钢材在内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最高 50% 的关税，同时彻查幽灵钢厂，那些纸面存在实则帮中国走私钢材的空壳企业。结果，超过1000家幽灵钢厂被查封，其中 40% 与中国相关。加拿大对中国钢材加征 25% 关税，还规定凡是含有在中国熔炼或浇铸的钢材，一律加征附加税。这相当于变相封杀。巴西启动对中国25类钢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，呼吁政府建立更高贸易壁垒。巴西钢铁协会甚至直言，不阻止中国钢铁，我们自己的厂就全完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钢铁不但在美国被封杀，在整个美洲大陆都被堵死了退路。更可怕的是，连带效应已经扩散。巴西的 Gerdau SA 公司原计划在墨西哥投资6亿美元新建钢厂，直接取消。墨西哥7大钢企在半年内取消 7.5 亿美元项目，直接裁员超过4000人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Algoma Steel Group Inc. 更是公开宣布暂停对美出口。看似是美洲企业受伤，实则真正被困死的是中国。因为这些原本依赖中国低价原料的产业链，现在不得不与中国切割，否则就会被美国关税拖下水。这就是最残酷的现实，本来靠价格优势绑在一起的上下游伙伴，一旦贸易战来临，第一个被抛弃的就是中国。危机已经蔓延到北京高层。9月23日，中国商务部长在纽约罕见发声，他警告中企不要再搞内卷外化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翻译过来就是别再把国内的恶性竞争带到国外去，把全球市场彻底得罪了。但问题是，中国的钢铁还能不内卷吗？国内房地产行业低迷，钢铁需求断崖式下滑。2024年，全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17%， 是自1990年代有统计以来最大跌幅。钢铁库存堆积如山，企业现金流干涸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倾销海外。结果呢？倾销成了自掘坟墓。全球都在封杀，国内还在过剩，进退两难，这才是真正的绝境。如果说美洲的围剿已经让中国钢铁透不过气，那么欧洲的举动更是当头一棒。德国商报披露，欧盟计划在未来几周内
对中国钢铁征收25%至50%的关税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直言，欧洲别无选择，只能抵御中国的产能过剩。要知道，欧盟是中国钢铁出口的第3大市场，仅次于东南亚和美洲。2024年，中国对欧盟出口钢材超过1800万吨，一旦欧洲也关上大门，中国钢铁将失去最后一块相对稳定的市场。分析师的警告更加刺耳，中国钢铁正在成为全球孤儿。公开数据显示，自2024年以来，中国钢铁已经面对54项关税与贸易壁垒。这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几乎每出口2种产品就会撞上一道关税大墙。而讽刺的是，中国的出口量却还在不断创纪录。出口越多，封锁越严，封锁越严，库存越多，库存越多，出口又不得不增加。这是一个死循环，一条无法逃脱的锁链。如果说过去几年中国产业还能靠卷价格在全球市场搏杀，那么今天连这最后的武器都失灵了。美国关上了大门，美洲国家一起举刀，欧洲准备下狠手，甚至非洲国家也开始跟风调查反倾销。中国钢铁正被一步步赶入绝境，而这背后折射的不只是钢铁行业的困境，更是整个中国制造的宿命。当世界都对你关上门时，你再强大的产能，也只能变成吞噬自己的怪兽。如果说全球的关税风暴是中国钢铁头顶上的刀，那么国内的现实就是刺进身体里的针，一针比一针扎心。先看一组数字，2024年中国粗钢产量 10.35 亿吨，依旧是全球第一，占全球总产量的 55% 以上。但同期国内钢铁表观消费量却只有8亿吨左右，多出来的2亿多吨只能靠出口去消化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全世界一半的过剩钢铁都堆在了中国。更残酷的是，国内需求还在继续下降，房地产行业已经彻底塌了。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暴跌 24%。基建投资虽然被央行和财政部拼命砸钱拉动，但地方政府债台高筑，根本支撑不住长期消耗。汽车、家电等钢材下游行业也在低迷，汽车销量增速创10年来最低。一句话，国内根本消化不了，出口又被全球封杀，中国钢铁行业成了被困死的庞然大物。中钢协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重点钢企的平均利润率不足 0.5%， 而亏损企业比例超过 40%。有业内人士直言，现在做钢铁就是一吨钢赔几百块。宝武集团这样全球最大的钢铁巨头，2024年净利润同比下跌 43%， 鞍钢、首钢等国企更是集体陷入亏损。民营钢厂日子更惨，河北、山东、江苏一大批中小钢厂因为资金链断裂，已经停产或者倒闭。曾经喊着钢铁是国家脊梁的中国，如今却成了钢铁是国企的负担。钢铁行业不仅亏钱，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。根据 Wind 的数据，中国钢铁行业的有息债务总额已经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，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 67%， 个别民营钢企甚至超过 80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钢厂根本不是在生产钢铁，而是在生产债务。更可怕的是，随着美国和欧盟加码关税，出口大幅受阻，钢厂的现金流骤然收紧，银行已经开始抽贷，债务雪球越滚越大。河北一位民营钢厂老板苦笑着说，再拖下去，我们就只能卖厂子或者跳楼了。钢铁行业一旦崩盘，最大的受害者不是企业，而是千百万工人。仅在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就有超过20万钢铁工人失业。河北、
辽宁、山东等传统钢铁大省失业人口激增，很多40岁、50岁的工人没技能、没积蓄，只能靠微薄补偿回到农村重新种地。而这些失业潮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社会问题。下岗潮背后意味着家庭破裂、债务违约，甚至跳楼悲剧。这才是真正让北京头疼的经济数据。再难看，政府还能掩盖，但一旦失业潮爆发，社会稳定才是最致命的隐患。中国钢铁的悲剧其实只是整个中国制造的缩影。光伏产业2024年出口量大增，但欧美纷纷启动反补贴调查。汽车产业新能源车出口激增，却遭遇欧洲反倾销、美国碳关税。造船、铝材、化工，几乎所有行业都陷入了产能过剩、出口倾销、全球封杀的恶性循环。一句话，中国制造正在被世界集体拒绝。如果把中国钢铁的处境画成一条曲线，就是一个不断收紧的死亡循环。国内需求萎缩，产能过剩，产能过剩拼命出口，拼命出口，全球抵制，关税封杀，关税封杀，出口受阻，库存爆炸，库存爆炸，企业亏损，债务增加，债务增加，企业破产，工人失业，工人失业，消费萎缩，国内需求更差，需求更差，产能更过剩。这就是钢铁行业的宿命，更是中国经济的宿命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中国不干脆关掉过剩产能？答案很残酷。第一，钢铁行业养活了几百万工人，一旦关厂，就会引发大规模失业潮。第二，很多钢厂背后是地方政府，关掉意味着地方 GDP 下滑，财政收入断崖。第三，银行贷款压在里面，钢厂一倒，银行坏账就爆发。所以产能不能关，出口又被堵死。中国钢铁就像是坐在一辆失控的过山车上，明知道前方是悬崖，却根本刹不住。今天被围剿的是钢铁，明天可能是光伏，后天可能是汽车。这不是单一行业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模式的问题。靠产能过剩、低价倾销、外贸拉动，换来的不是繁荣，而是全球的敌视和封锁。钢铁的悲剧只是序曲，真正的高潮是当债务、失业、外资撤退、房地产崩塌一起爆发时，那才是中国经济的至暗时刻。钢铁曾经是中国崛起的象征，如今却成了中国衰落的注脚。当全世界都把中国钢铁当成毒药时，北京还能拿什么说服世界，中国的制造不是洪水猛兽，而是合作伙伴？答案或许已经不重要了。